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你相信运气吗？你是否曾经幻想过一次翻身的机会，一场命运的豪赌，让自己一夜之间从谷底跃上巅峰？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场赌局真正的代价是什么？有人说，这座庙供奉的不是财神，而是赌神韩信。在这里掷出3个圣杯，你就能得到神秘的6合天书，一张写满幸运数字的纸。有人因此一夜暴富，但也有人从此消失。这不是普通的庙宇，这是一个只准进不准出的赌局。你以为你赢了，可是你真的知道这场赌局的真正规则吗？农历新年的夜晚，南头的街道在爆竹声与烟火的映照下流光溢彩，空气里弥漫着烧香的气息，混杂着烟硝味，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暧昧气息。人们穿梭在庙口的摊贩之间，手里捏着刚买的刮刮乐，或是叼着烟，轻声谈论着谁去年在这里求了个好马，结果真的翻身成了有钱人。但他们的声音里总有一点压低了音调，像是怕惊动了什么。这间庙，韩信爷庙，香火极旺，每到新年更是赌徒们趋之若鹜的圣地。庙门前的招财灯一盏盏高挂，暖黄的灯光在黑夜里微微晃动，映得神像前的香雾翻腾，仿佛有无形的影子穿行其中。这间庙的神不同于一般的财神，韩信他不仅是战神，更是传说中的赌神。相传韩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财神，而是掌控赌运的神器。能者得财，弱者破财，而若是胆敢在他面前妄求不属于自己的运势，那就得付出代价。有些人信誓旦旦地说，这里让他们翻身，赢得盆满钵满。但也有人低声警告，要赌就得输得起，因为据说那些赢了大财的人，有些最后却再也没回来。有的人疯了，有的人消失了，甚至有人最后的身影就停留在这庙门口的一盏暗淡的招财灯下。没人知道真相，甚至没人敢深究。但每年总有人带着执念、贪婪或是绝望踏入这间庙宇，希望从神明手中夺来一个新的命运。庙门上挂着一副红色的对联，字迹古朴，边角被香火熏得发黑，只有几个字仍然清晰：赌局无常，胜者留名。夜风吹过，灯光微颤，仿佛在轻轻诉说着某种未曾言明的真相。阿杰站在韩信庙门口，手里攥着最后几张1000元大钞，手心微微泛着汗。庙门两侧的招财灯在夜风中轻轻晃动，昏黄的光线洒在他的脸上，投下一片幽暗的阴影。人潮依旧不息，信徒们络绎不绝，香火缭绕，热闹的仿佛与世隔绝。他输了太多年了，连输的感觉都已经变得麻木。539、大乐透、百家乐、赛马，所有能赌的他都赌了，所有能输的他都输光了。这一次他没再求什么冷门策略，而是来到了这里，来向真正的赌神求救。韩信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庙宇四周的灯光在黑夜里显得过于明亮，照得香雾翻腾，像是某种无形的东西正悄悄窥视着这些信徒。阿杰走进庙里，脚步有些迟疑，他的眼角余光瞥见那些招财灯的光影在地上交错成一张张陌生的脸孔，像是在低声诉说什么，又像是在静静地注视着他。他甩了甩头，告诉自己是错觉。庙里供奉着韩信的神像，神像目光深邃，嘴角微勾，仿佛看破了所有人的欲望。香案前，几个信徒低声呢喃着各自的心愿，有人紧握着刮刮乐，有人捏着赌马表，有人则不停地指着圣杯，像是在苦苦祈求一个翻身的答案。这庙能让人翻身，但赢得起也要输得起。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阿杰回过头，看到庙里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身影枯瘦的老人，一双浑浊却晶亮的眼睛盯着他。老人裹着一件旧棉袄，
手里捏着一串已经燃尽的佛珠，仿佛看尽了这里发生的一切。阿杰皱了皱眉，嗤笑了一声：“我都输成这样了，还能输什么？”他的话音刚落，庙宇深处的灯火微微摇曳，像是回应，又像是在警告。那你就试试看吧。老人低声说道，嘴角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阿杰没有再犹豫，朝着香案走去，心跳加快。这一赌，他赌的不只是钱，而是命运。庙里的香雾越来越浓，仿佛一层无形的帷幕，包裹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和心跳。阿杰站在香案前，双手微微发抖，不是害怕，而是那种被命运推向悬崖边缘的窒息感。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他按照庙规，点燃一炷香，绕炉3圈。香火的温度灼烫了他的指尖，但他却感觉不到温度。整个庙宇仿佛沉浸在一片静默之中，所有的声音都被吞噬，只剩下他急促的呼吸声。站定，深吸一口气，他双手捧起圣杯，轻轻掷出。第一次，圣杯落地，分开，一正一反，没中。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掌心里全是汗。身后的人群窃窃私语，几道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几分期待，又带着几分幸灾乐祸。再来第二次，他握紧圣杯，轻轻吐了口气，调整手中的角度，然后再次掷出。这次2个圣杯翻滚着落地，啪嗒一声停下，2个正面。差一点，阿杰咬紧牙关，心跳快得像是在擂鼓。最后一次，他的声音微微发抖，不知是兴奋还是恐惧。他闭上眼，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圣杯表面的纹路，仿佛能感受到什么力量在指引他。当他睁开眼时，视线落在韩熙野的神像上，神像嘴角似乎比刚才弯得更深了一点，那抹笑意让他心头猛地一紧。圣杯突手而出，在地上弹跳翻滚，整个庙里的人屏住了呼吸。啪，3个圣杯，庙里一片死寂。紧接着，人群中爆发出惊呼声，窃窃私语混杂着议论声。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阿杰，他愣在原地，过了几秒才回过神来，猛地握紧拳头，嘴角终于忍不住扬起。赢了，他喃喃道，声音带着难以置信。在他身后，那个枯瘦的老人轻轻点了点头，嘴角浮现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看来你与赌神有缘。阿杰心跳如擂鼓，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庙主递来的6合天书。这张薄薄的纸泛着微微的黄光，上面用朱红色的墨写着一串数字。他正要仔细阅读，目光却在下一秒骤然僵住。除了数字之外，纸上还写了一排陌生的名字，每一个字都透着诡异的工整，像是早已刻在命运之中。阿杰的心跳慢了半拍，他的视线缓缓向下移动，最终停在那排名字的最后，他的名字就赫然在列。阿杰的手指紧紧攥着那张6合天书，心跳快得几乎要撞破胸腔。那一串红色数字在昏黄灯光下映出一种不真实的光晕，像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怜悯，亦或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他没有犹豫。当晚，他拿着全部积蓄狠狠地压在了539的后马上。这次我一定会赢，他在心里默念。夜深，阿杰躺在床上，手里仍然死死攥着那张彩票，像是生怕一松手，幸运就会从指尖溜走。窗外的街道依旧热闹，爆竹声此起彼伏，喜气洋洋的鞭炮烟雾萦绕在空气里。但渐渐的，他的眼皮变重，意识开始模糊。梦里他又回到了韩信庙，但这一次庙宇寂静无声，香炉里的阴气静止不动，所有的招财灯无风自动，缓缓摇晃。阿杰睁大眼睛，发现那些灯光开始变形，红色的光晕中浮现出一双双眼睛，死寂冰冷无声地盯着他。他的背脊一阵冰凉，想要逃，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赢了就该付出代价。耳边响起了无数低语，像是来自地底，又像是从庙宇深处飘来。
那些声音交叠在一起，忽远忽近，低沉沙哑，带着某种阴冷的笑意。他拼命地挣扎，惊恐地望向前方，突然看到庙宇的香案前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背对着他，那身形竟然与自己一模一样。阿杰猛然惊醒，浑身冷汗，心脏剧烈跳动着，像是刚从深渊里捞出来的人。天已经亮了，他冲到电视机前，双手发抖地打开开奖频道。号码公布的那一刻，他的世界仿佛被一道雷劈开，他中了头奖1000万。一瞬间，所有恐惧都被狂喜吞噬。他激动得手足无措，冲出房门，迫不及待地要去兑现这份命运的恩赐。可是街道上空无一人，没有人潮，没有车流，没有烟火，没有声音，整个世界安静的诡异，仿佛所有生机都被抽离，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灰色空间。阿杰的笑容僵住，他环顾四周，心头浮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他缓缓地退后，想回到自己的房间，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身后响起了一阵低沉的笑声：“你赢了。”但你的月也用尽笑声悠悠的，带着无尽的空洞和阴冷，仿佛从四面八方渗透进他的皮肤，钻入他的骨髓。阿杰的呼吸猛地一滞，睁大眼睛，透过门窗望向庙宇的方向。韩信庙的方向，那盏新点燃的招财灯摇曳了一下，微微晃动，像是在嘲弄，又像是在欢迎新的赌徒。阿杰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他僵立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中央，心跳如擂鼓，耳边依旧回响着那道低沉的笑声。他抬起手想擦掉额头上的冷汗，却在看到自己手掌的那一刻，整个人仿佛坠入了冰窖。他的手掌变得透明了一点，他愣住，猛地转身冲进家里，踉跄着奔向浴室，一把抓住镜子的边缘。镜子里的自己模糊了，他的脸轮廓变得虚幻，五官像是水雾中的倒影，边缘缓缓溶解，慢慢消失。不对，他喘着粗气，狠狠掐住自己的手臂，想要证明自己还存在，但疼痛感却越来越远，像是有人在剥夺他的真实。他连忙冲到窗前，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可地板上没有他的影子。阿杰瞳孔骤缩，后退一步，脚底踩到了一张薄薄的纸。他低头看去，竟然是那张六合天书，但这一次纸上的内容已经变了，他的名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新的名字，陌生而冰冷，像是一份等待执行的名单。最底下赫然写着下一个赌徒。阿杰的喉咙像是被无形的手狠狠扼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他终于明白了，赢得了命运的赌局并不意味着活着离开牌桌。他的运气用尽了，他的存在也被剥夺了。第二天，阿杰的朋友上门找他，门虚掩着，房间里干净的诡异，仿佛从未有人居住过。桌上唯一的东西是那张泛黄的六合天书。他去哪了？朋友皱眉看着那张纸，突然打了个寒颤。纸上的字像是刚刚被写上去一般，朱红色的墨迹还未完全干透，仿佛是某种未散去的诅咒。朋友的视线不由自主地滑到最底下，看到了一行全新的字，他的心跳陡然一滞，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最底部。夜晚，韩信庙里香火依旧旺盛，信徒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求财求月。没有人注意到，庙门口的招财灯中悄然点燃了一盏新的灯火，灯光微微晃动，像是一只无形的眼睛，默默注视着每一个踏入庙宇的赌徒，静待下一个人握住命运的筹码。庙宇的香火依旧旺盛，红色的烛光在黑夜里摇曳，映得韩信爷的神像仿佛露出一抹深不可测的微笑。信徒们络绎不绝地走进庙门，手里握着刮刮乐、彩票，或是简单的一炷清香，怀揣着各自的愿望。没有人察觉到庙门口新点燃的那盏招财灯微微晃动了一下，灯光深处
仿佛倒映着一个消失了的身影。这一年，阿杰赢了，却也彻底消失了。而下一年，新的信徒带着同样的贪念，再度踏入这所庙宇，轮回继续。世上没有白赚的财富，人们总是相信运势可以被改变，财富可以凭借一次好运降临。但真正的赌局，从来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你愿意赌上什么，去换取那份所谓的幸运。阿杰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只是这座庙宇无数赌徒中的一个，怀抱着翻身的希望而来，却不知赢了赌局，未必赢得了命运。那些在庙里得胜而归的人，有人真的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吗？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赢了大财，却再也不曾出现？因为他们赌上的从来不只是钱，还有自己的存在。求运势前，是否想过自己能承受赌神的考验？韩信爷庙不是财神庙，他从来不施舍财富，只给愿意赌上的人一个机会。但机会是要付出代价的。想翻身可以，但你的愿够不够？你的命赌得起吗？那些招财灯里燃烧的到底是信徒的祈愿，还是那些输掉赌局的人的灵魂？赌徒们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眼里只有数字和金钱。直到有一天，他们翻开六合天书，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那张泛黄的纸上，才明白，原来赌神的考验不是输赢，而是如何离开赌桌。这一年，阿杰消失了。下一年，新的赌徒站在庙门口，捏着最后的积蓄，走进神明的赌局。又一只圣杯落地，香雾中，新的名字即将被写入命运的纸张。而庙门口那盏新点燃的招财灯，依旧静静地燃烧着，等待着下一个信徒赌上自己的一切。